清晨的台湾海峡上空又传来刺耳的警报声，一架中共战机高速逼近台湾防空识别区，我空军战机随即紧急升空拦截。在2025年的今日，类似的场景几乎天天上演。中国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频繁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与海域，几乎已成常态。国防部统计显示，近期平均每天都有10余架次中共军机扰台，甚至多次穿越台海中线，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进行挑衅。就在昨日深夜，国军侦察发现共有14架次解放军军机与9艘军舰于台湾附近活动，其中有9架军机刻意逾越中线进行威吓示威。这种无声的空中压力仿佛警钟日夜长鸣，时刻提醒着台湾民众两岸局势的高度紧张。近5年来，北京当局对台军事施压不断升级，从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环岛军演到几乎每日的灰色地带胁迫行动，企图长期消磨台湾的防卫意志。解放军军机绕台巡航已成为新常态，而这种常态化的扰台行动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可能爆发冲突的门槛，使台湾必须时刻保持戒备。此外，中国还动用海上民兵船队、无人机和高空气球等非正规手段，不断在外里岛和周边海空域进行骚扰。比如，中国渔船与海警船只近年频繁逼近东沙岛与台湾离岛海域，甚至派遣小型无人机闯入金门、马祖上空进行侦察。这些半军事半民用的灰色威胁手法，刻意游走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其目的在于不正式开战，也能持续压力台湾，测试国军反应。面对长期高压态势，台湾社会已充分体认到，唯有强化自我防卫准备，随时展示决心，才能有效吓阻对岸的冒进行为。从北京角度看，台湾被视为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领导人更不讳言不放弃武力统一的选项。因此，对台湾而言，战争威胁并非遥远的抽象，而是每日空袭警报般真实的存在。例如，2022年8月，中国曾以前所未见的实弹军演包围台湾，以回应国际对台支持举动。2023年更几乎天天出动军机扰台，种种迹象显示，两岸情势正处于多年来最严峻的时刻。正因如此，台湾年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汉光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军验证战备的舞台，也是向国人与国际社会展示台湾捍卫和平决心的重要信号。为了全面检验并强化国土防卫能力，今年的汉光4.1号称史上规模最大、最贴近实战的一次演习。演习自2025年7月9日正式展开，持续至7月18日止，为期10天9夜，一反往年仅5天左右的常态，创下历来时间最长的纪录。国军参演总兵力高达22500人，堪称全民总动员，包括各军种现役官兵以及史无前例动员的约22000名后备军人。这是历年汉光演习中后备部队参与规模最大的一次。配合汉光同步实施的敦亲睦邻35号全民防卫动员演练，中国防部首次整旅召集了陆军第26后备旅超过3000名后备官兵投入训练。这支后备旅全员接获动员令后迅速报到，依令编成部队投入演习科目，全面测试了从发布动员、后备人员报到、武装整编到开赴战术位置的一连串流程。整场演习采取不预先彩排模式，许多科目均以不预警方式临时下达命令，各级指挥官和士兵需及时反应，如同真实战斗随时可能打响。这对国军的集战力是极大考验，也意味着演习更贴近实战需求。今年汉光演习的剧本设定别具用意，以防卫固守、有力吓阻为指导，将假想背景聚焦在2027年中共对台灰色冲突升级并发动入侵的极端情况。换言之，演习情境假定了未来数年两岸局势恶化的最严峻状况。中国对台湾先进行一连串灰色地带挑衅，例如经济封锁、网络攻击、小规模武装骚扰，在国际局势紧张下螺旋升温，最终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武力侵犯。演习首先于4月上旬展开电脑兵棋推演，利用美制联合战区级模拟 JTLS 系统昼夜，不停推演各种攻台剧本，兵推过程模拟敌军
首先对台湾的通信中枢和指挥系统发动网络瘫痪攻击和飞弹斩首打击，紧接着出动大批战机与军舰在台湾周边实施海空封锁和立体火力打击，然后向本岛多处滩岸展开2期登陆进攻。经过2周缜密推演，国军针对各种可能的攻击模式制定出具体因应战法，随即在7月的实兵演习阶段进行全面验证。本次汉光4.1演习另一大特色是充分融入对中国灰色地带军事行动的反制演练及强调全国总动员的防卫理念。演习剧本不仅聚焦传统大规模登岛作战，也把敌方各种非传统手段纳入考量，包括如何应对解放军出动海上民兵船封锁港口航道、大批无人机绕岛骚扰，甚至第5纵队渗透等情境。军方强调，这些复杂的模拟状况迫使国军考虑超越传统正规作战的范畴，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有效处置灰色地带冲突，同时防范解放军借演训之名突然转为实际攻击。另一方面，今年演习也将民防力量紧密结合进来。例如，总统赖清德在演习动员大会上宣示，今年同步举行代号“成安演习”的都市防灾与韧性演练，强化全国皆兵、处处战场的理念。这代表台湾在面对威胁时采取军民一体的全方位防卫态势，不仅军队要备战，政府各单位、地方组织与普通民众也都一同做好准备，以提升整体抵抗力。汉光演习的重头戏莫过于各军种协同进行的一系列贴近实战的联合作战操演。今年的演习涵盖从外里岛到本岛，从沿海滩头到都市街区的多重战场环境，立体展现出台湾滩岸决胜、纵深防卫的作战构想。各军兵种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处处设防、时时能战的态势。空军战力部署，为防范解放军疯狂袭击取得制空权，空军在演习中将战机分散部署到全岛各地，包括疏散部分战机前往东部花莲、台东的地下机堡和战备跑道，以避免西部主要空军基地遭敌精准打击后战力尽失。同时，空军地勤人员还演练了飞弹轰炸后的快速跑道抢修。在台南基地，官兵们头顶烈日，以最快速度清除残骸、填补弹坑，确保 F-16 战机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起降，重返战斗。空军也派出多型主力战机遂行演训任务，模拟拦截各批来袭敌机与巡弋飞弹，并展开制空权争夺。例如，东部嘉山基地的战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可在警报响起数分钟内紧急升空，体现保存实力、转进东部的战略构想。值得一提的是，空军现役升级与新接装的 F-16 伏降鹰战斗机此次担负重任，66架次 F-16 伏参与了各项空战与对地打击科目。这些换装了先进雷达与航电的战机，同时挂载美制响尾蛇、空对空飞弹、鱼叉反舰飞弹等精确武器，成为台湾防空火网的中坚。新式战机在演习中的优异表现显示出其将是空防关键支柱。海军与沿岸防御假想解放军舰队渡海来袭，海军在演习中全程扮演关键角色。演习开始后，海军各型舰艇即依令使副，指定海域布阵警戒，包括成功级巡防舰在台海中线附近实施防空戒备，沱江级巡逻舰机动游弋于近岸准备伏击。在南部左营海军基地，官兵们将上百枚水雷装载上布雷艇并运往外海，在重要航道布设雷区，模拟以水雷池制敌2栖登陆船团行进。192舰队布雷大队的军官表示，国军现役有3种国造水雷，包含沉底雷与毛雷2大类，可透过声响、磁性或压力变化引爆，主要用于猎杀敌军军舰与登陆艇，成本低廉却能有效封阻海域。另一方面，在澎湖外海与台湾本岛沿岸，海军与陆战队协同展开反登陆作战演练，多艘光华6号飞弹快艇与岸置雄风反舰飞弹发射车交叉掩护，对假想敌登陆舰艇发动饱和打击。当部分敌舰艇侥幸突防接近岸际时，早已隐蔽部署的海军岸防火力和陆战队炮兵一齐开火，重型火炮、迫击炮弹雨点般落向靶船，引发滔天水柱，将登陆艇毁灭在浪花之间。
在极端响定下，即便仍有敌小股部队登上滩头，迎接他们的将是陆战队装甲与步兵分队的猛烈反击，确保敌军无法在我滩岸站稳脚跟。透过海空夹击与滨海决战多层拦截，敌军的登陆企图在第一道防线即被有效粉碎。陆军地面防卫，假若敌军部队突破海上拦截，成功登岸，陆军的任务就是在本岛土地上与敌决战。今年演习假定解放军可能从多处滩头同时登陆，陆军各作战区据此在多地展开反登陆对抗操演。在前线金门，驻军于夜间实施大规模实弹射击训练，超过3万发各式弹药从榴弹炮、迫击炮和机枪倾泻而出，夜光弹将夜空映得通红。此举用以磨练官兵在黑暗环境下的火力运用与协同能力。黎明之前，第一作战区也于澎湖某海滩进行反舟波射击，暗制反装甲飞弹与战车炮火对准靶船齐射轰击，掀起阵阵水柱，成功阻断敌军向本岛纵深推进的路线。即便如此，演习仍假定有部分敌军穿透外围封锁进入陆地腹地，陆军随即在城市与战略要地展开巷战防御。在首都台北都会区，国军把防线一路收缩至关键桥梁和市区要道，模拟逐街逐巷的顽强抵抗。以连接新北与台北的万板大桥演练为例，军方在深夜封桥后2小时内，宪兵与工兵部队迅速架设了长达690公尺、分4层阻绝的临时路障，动员公交车横停桥面，铺设蛇腹型铁丝网，并筑起巨型沙箱障碍，形成层层阻拦阵地。当假想敌装甲车突破前3道封锁线后，潜伏高处的国军狙击手立即开火，狙击减慢其速度，同时云豹8轮装甲车载步兵冲上桥面清剿残敌。第2阶段的演练还模拟敌军大部队一度突破所有封锁进入市区，国军随即于高楼制高点部署狙击手猎杀指挥官与装甲目标，并配合地面步兵与坦克火力逐街反击，最终将入侵者歼灭于城市巷弄间。透过这种逐步抵抗、节节设防的响定，国军验证了一旦敌军逼近都市中枢时，如何在复杂市区环境下组织防御、保卫政经中心的作战程序。整体而言，陆军从滩岸到市区构筑多层防御圈的演练，体现了台湾重层阻绝战略的具体实践。防空反制与新兴战法，在现代战场上，对低空威胁的防范与制敌，往往决定战局胜负。今年汉光演习同样聚焦无人机、直升机与巡弋飞弹等新兴威胁的防空反制。演习期间，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在东部实施了反特种空降渗透演练，针对可能出现在后方的敌空降特战小组展开地毯式搜索清剿，而高机动防空小组则配备美制 FAM-92刺针肩射防空飞弹，于台北捷运系统凌晨演练中首次公开亮相。约100名全副武装的宪兵搭乘捷运列车在深夜机动，透过地下轨道快速抵达指定地点后陆续出战，在万华街头展开对空警戒部署。画面中，宪兵战斗小组肩扛刺针飞弹严阵以待，模拟以红外线导引飞弹瞄准低空掠过的敌武装直升机与侦察无人机。事实上，刺针飞弹为国军近年透过军援取得的新式防空武器，属于轻型高机动的短程防空系统，可作为野战部队的行军防空利器。国军并未公开刺针飞弹确切配备数量，只强调战时将灵活部署于机场、雷达站等重要据点，增强我军低空防御火力。同时，国军也在演习中构筑起分层次的防空网，由爱国者3型飞弹与国造天空3型防空飞弹组成，中高空拦截层搭配刺针飞弹等肩射武器组成低空末端防御层，形成高中低3位一体的全天候立体防空体系。在演练响定中，当解放军齐射东风弹道飞弹和常见巡弋飞弹袭台时，爱国者与天空飞弹部队迅速启动追踪与拦截程序，成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少数低空突防的则交由刺针飞弹和防空炮火拦击。针对解放军频繁出没的各式无人机，国军电子战单位也出动配合演练。在金门与马祖前线岛屿，
守军使用反无人机干扰枪与干扰弹，将多架敌方小型无人机击落或逼退。透过上述传统防空与新兴战法的结合，台湾建立起层次分明、反应灵敏的防空网，即使在敌方远程打击与空中渗透的压力下，仍能维持一定的制空和情报优势。经过连年实战化的大规模演训，台湾军队的整体战力正在稳步提升。我们不仅看到士兵们愈发娴熟的战术动作，还体现在训练制度革新与武器装备换代上。近年国军积极推动多项训练改革，例如将义务役服役期从4个月恢复延长为1年，使更多适龄青年接受更完整扎实的军事训练，又如对后备军人实施14天召集再训，强化退伍士兵重返部队时的战绩、体能与团队协同能力。本次参演的第2、6后备步兵旅即是一例，3000多名后备官兵接获动员令后火速报到，在编入部队后马上展开班排战斗、战伤救护、武器再训等密集课程，以最快速度找回军人战斗状态，体现了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转换效率。在现役部队方面，各联兵旅、海军舰队和空军联队也在汉光演习中接受高强度的实战考验，官兵们必须面对随机出现的敌情与各种恶劣环境，如黑夜、酷暑甚至暴雨的挑战，锻炼临机应变与持久作战的能力。演习结束后，各级单位立即进行讲评检讨，透过严谨的事后分析来精进战术战法，改进缺失，确保每一次演习都成为下一次进步的基石。正因为不断从训练中学习，国军的整体专业度与战备水准才能逐年提升。在硬件建设方面，国军近年获得多项新式武器装备，加速汰换老旧系统，使防卫战力的质与量同步强化。以下是几项备受关注的主战武备及其在防卫作战中的作用。F-16 服 Block 70战斗机，空军将现有老旧的 F-16AB 战机全面升级为最新的 F-16 服型，并向美国增购了66架全新 F-16 服战机。这种先进战机配备了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现代化航电与精确武器，可执行制空作战和精确对地攻击任务。在此次演习中， F-16 服承担拦截敌机、对海打击等重任，展现了强大的多功能作战性能。随着 F-16 服全面成军，它将成为台湾空防的中坚力量，显著提升空军在台海空域的威慑与反制能力。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这是陆基长程防空系统，可拦截高空高速来袭的弹道飞弹与敌机。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新型 PAC-13MS1 增程拦截弹已陆续交付部署，提升了首都圈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防空范围和拦截效率。爱国者系统与国产的天空3型防空飞弹搭配，构成多层次防空网，在演习中模拟成功拦截多批来袭敌弹与战机，验证了其对解放军远程打击的防护效能。爱国者飞弹部队的执勤，使台湾在面对对岸飞弹威胁时有更充裕的拦截机会，为守护台北等人口密集区提供了坚实盾牌。M1A2T 艾布兰主战坦克，这是陆军新一代主力战车，由美国制造，台湾总计采购了108辆。首批到货的 M1A2T 坦克已在今年演习中正式亮相。在7月10日新竹湖口营区的实弹射击演练中，4辆艾布兰坦克分别进行单车、双车及整排射击。120公里滑膛炮在静止与行进间交替开火，无论固定或移动目标，皆命中精准，命中率达到100%。M1A2T 拥有强大的装甲防护和火力输出，相较陆军现役老旧坦克如 M60A3 有代际性的提升，未来将部署于北台湾要地，显著增强我军在要害地区的地面防御力量。云豹8轮装甲车，国产研发的8轮装甲战斗车系列，包括装步兵战斗车、装甲救济车、迫击炮载具等多种型号。云豹装甲车具备高速机动力、良好越野性能和基本防护火力，适合台湾多山的地形和都市巷战需求。本次演习的首都桥梁防御科目中，云豹甲车载运步兵迅速投入桥头阵地，并以车载机枪扫射掩护封锁线，充分展现其城市作战价值。随着陆军推动部队机械化，未来将有超过400辆各型云豹装甲车编入野战部队，
成为地面机动打击和防守的重要骨干。无论是在野战环境快速机动、侧翼包抄，还是在都市街区建立火力据点，云豹装甲车都将使陆军如虎添翼。HIMARS 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这是美国制造的机动火箭炮车，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台湾已于去年接收首批11套 M142 HIMARS 系统，每套可发射6枚精确制导火箭，射程约300公里，可直接威胁对岸福建沿海的军事目标。在演习第4天，2辆搭载 HIMARS 的重型卡车出现在台中市区，进行机动部署演练，引发各界瞩目。国军官员表示，战时 HIMARS 将采取机动部署和隐蔽战术，躲避敌方侦察卫星与渗透破坏，在关键时刻突然现身并齐射，对敌登陆船团或前进指挥所实施远程精确打击。HIMARS 已在乌克兰战场展现威力，未来台湾也将把它与国造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搭配运用，组成远距离密集火力网，加强对解放军登岛企图的阻截能力。台湾深知，要抵御现代全方位威胁，光靠军队独撑是不够的，必须动员全民一体参与。因此在汉光军演期间，政府同步推动了一系列民防演练，以提升全社会的战备能力。演习第7日清晨，台北市、新北市上空拉响尖锐的防空警报，所幸这只是一场演习。刹那间，街头警笛大作，行人与车辆立刻依照预案停止移动，寻找掩蔽所。各地警方、民防团队与里长纷纷上阵，引导民众就近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避难。短短几分钟内，原本熙攘的街道转眼空无一人，取而代之的是有条不紊的人车疏散场景。这正是每年例行万安演习的一幕。透过全境性的空袭警报和人员疏散训练，民众熟悉了遭遇空袭时应如何反应、避难与互相救援。政府近期也将发布新版空袭避难指南，借鉴乌克兰与以色列经验，例如指导民众如果无法及时进入防空避难所，应迅速躲在坚固建筑物的2道墙后，并微张嘴巴，以减少爆炸气浪对内脏器官的伤害。诸如此类的防护知识正透过媒体广泛宣导，务求让每一位国人都具备基本自救能力，不致在突发危机中手足无措。今年演习的一大亮点是民间企业首度参与战时情境演练。7月中旬某日清晨，全台北、中、南3地的 PX 量贩超市同步展开了一场特殊演习。超市营业中突然拉响警报，购物民众先是一愣，随即在店员引导下就近蹲伏在货架边的安全区域，双手抱头，做好掩蔽动作。店内广播不断提示空袭警报状况和疏散指示，员工们则分工合作，有人安抚受惊的老人与孩童，有人充当伤患，让同仁练习紧急救护、包扎。几分钟后警报解除，现场民众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露出笑容，为刚才真实又有序的演练过程鼓掌致意。这场由警政署与 PX 超市合作举办的防空疏散演练，是台湾首次将民生商家纳入防卫演习场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亲赴台北的演练现场观摩，他感谢企业配合，强调战时民众的安全不仅靠政府，也需要企业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他也承诺，此类演练将尽量安排在非尖峰时段，以减少对日常民生的影响。PX 超市高层表示，作为民生供应重地，超市愿意配合政府进行防灾防空演练，并将尽量选在客流较少时段实施，以兼顾顾客安全与营运。许多参与疏散的顾客事后受访时表示，透过这样的亲身演练，体会到战争威胁并非遥远，每个人在非常时刻都应该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此类创新民防演练获得多数民众支持，大家纷纷意识到，在战争阴影下保持镇定并遵从指挥，就是对自身与社会安全最大的贡献。除了疏散与避难，政府也积极超前部署各项战时民生保障措施。全国各县市已盘点并公开超过10万处可供避难的防空设施，从地下停车场、捷运车站到大型商场、地下室皆在列，并加强设置清晰指标和储备基本物资。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各地政府将开启紧急应变机制，
指派民防人员和志工负责社区避难处的管理和物资发放。以台北市为例，全市有4600多处经指定的防空避难所，可同时容纳约1000.200万人，是全市人口的4倍之多，确保就算发生空袭，所有市民都能找到藏身之处。政府亦与超市、便利商店等通路合作，规划战时生活物资供应据点，在安全区域设置临时补给站，提供食品、水和医药用品，维持基本民生运作。同时，各级学校定期举行防空避难和防灾演习，小学生们学习警报响起时如何就地趴下掩护头部，中学生们则参与更进阶的社区疏散与急救志愿服务。可以说，整个台湾社会正逐步建立起平战转换的能力，平时生活如常，一旦有事，能立即依预案切换到战时模式，各司其职地保卫家园。在心理层面，台湾民众对中国的恫吓已变得更为冷静坚定。许多市民坦言，中共军机再多也不过是日常背景噪音，真正危机来临时，他们有信心与国军团结一心，共同抵抗。政府也不断强调台湾自己防卫的决心，同时争取国际支持。尽管北京方面对汉光演习一贯冷嘲热讽，称之为毫无意义的作秀，但台湾持续强化全民国防的脚步丝毫不曾停歇。透过1年1度的汉光军演，国人亲眼目睹国军训练的艰辛与装备的精进，更加信赖自己的子弟兵，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有能力也有意志自我防卫。政府与军方目标很明确，让整个国家成为一座团结的堡垒，无论遭遇何种威胁，台湾人民都能临危不乱，同心协力地撑下去，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由民主家园。从战略角度来看，汉光4.1演习释放出明确讯息，台湾已做好最坏打算，并有能力也有决心自行承担防卫重任。通过最大规模的实兵动员与对抗演练，台湾向北京展示了强大的下阻意志。即便面对解放军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2300万台湾人民绝不会因恐吓而屈服退让。相反，台湾正变得更加坚韧不拔，重重设防，成为一块难以征服的硬骨头。备战才能避战，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每一次警报拉响、每一项演训科目中的具体行动。汉光演习正是通过实际行动告诉对岸，任何企图犯台的冒险都将付出高昂代价，因为台湾已做好准备。同时，汉光演习也向国际社会传达出重要信号，台湾军民在演习中展现的团结、毅力与专业，无疑增强了友邦对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信心。这有助于化解某些国外舆论的疑虑，例如台湾人自己不愿意打，别国不该卷入等论调。事实上，今年汉光演习就受到包括美国、日本等盟友的高度关注。虽然目前美军并未直接参与汉光，但有美国国会议员和军事观察员应邀观摩了演习过程，并在华府智库研讨会表示，这次演习凸显台湾战备的进步。许多西方防务专家认为，未来若能深化台美联合训练，并建立更紧密的协同指挥机制，将大幅提高战时合作效能，对中国形成更有力的威慑。当然，基于现实考量，短期内外国军队直接参演仍有难度，但台湾已通过自身努力证明，我们自己会尽最大努力防卫，也珍惜每一分外援支援。这种态度更容易获得民主盟国的尊重与实质支持。汉光演习向全世界展示台湾人民愿意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从而反驳了那些认为台湾不敢战的论点。这不仅在战略上提高了下阻力，也在政治上增加了盟友对台协防的意愿。展望未来，汉光演习式将随着威胁演变而持续调整、进化。可以预见，未来数年的汉光将融入更多新科技与新战法元素，例如模拟敌方更高强度的电磁和网络攻击，强化我方网军与资电部队的演练比重，引入无人机蜂群作战和反制、太空卫星通信对抗等前沿课题，使演习更全面反映未来战场样貌。后备动员方面，未来或将扩大召集规模并充实训练内容，可能每年轮动不同旅级后备部队完整参演，以提升全民防卫的深度。民间防卫演练也将更加生活化、多样化，让避难求生知识
融入日常教育，做到平时及战时的高度备战水准。随着2027年逼近，台湾的整体防卫布局正进入关键强化期，多项向美采购的先进武器将陆续交付，如 F-16福新机、MQ-9B 无人机、防空与反舰飞弹等。国造军备计划也将开花结果，例如首艘国造潜舰即将成军服役，再加上一整年度役期的首批新兵役男陆续退伍，成为训练有素的后备军，这些都将让台湾的军事实力在未来数年内明显提升。可以想见，下次汉光演习规模或许更胜今年。在万全准备下，拟真呈现各种最新战术与武器，持续向潜在侵略者传递强力的战略信号。总而言之，汉光4.1演习不仅是一次军事操演，更象征着台湾面对存亡威胁时那份坚定从容的态度。当中国战机日复一日地在台湾天空扰动，台湾没有畏惧退缩，而是用一次次全面防卫演习予以响亮回应，告诉全世界我们准备好了。这份准备既体现在士兵手握钢枪枕戈待旦的战斗意志中，也体现在超市店员引导民众疏散时镇定自若的笑容里。对台湾而言，全面迎战从来不是好战事务，而是为了守护家园所做出的最真实承诺。透过全民一心的备战，台湾向世界宣示，我们将在任何风雨中屹立不倒，守护自由民主的家园，直到最后一刻。中国大陆为什么迟迟不敢武力统一台湾？从1949年两岸分治至今，整整70多年过去了，台湾依然实质上保持独立运作。中国大陆经历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崛起，军事力量今非昔比。按理说，如今的实力对比早已不同于昔日，但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当局始终没有对台湾动武。难道是中国大陆真的在忌惮什么不可说的原因？还是台湾有什么王牌让对岸投鼠忌器？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最近一位美国专家的一语道破，让现场瞬间鸦雀无声。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讨这70年来的种种缘由。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回答，中国大陆不动手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撑腰。确实，自从韩战以来，美国第7舰队巡弋台海，美国更与台湾当局签订过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又有台湾关系法持续提供军事协助。美国的介入使得武统台湾不再是单纯的内政问题，而成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国际难题。中国大陆若轻启战端，等同于向当今全球最强军事力量下战书，风险极高。然而，把一切归因于美国，恐怕又过于简单。毕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军力日益增强，美国的威慑力是否一如往昔也是未知数。而且，北京当局真的会永远因为畏惧美国而放弃统一的念头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除了美国因素之外，还有经济、政治、国际舆论、台湾自身的准备等多种变量。在这持续70多年的拉锯中，北京究竟打的是什么牌？是不是另有一盘更大的棋？我们不妨将时间拉回70多年前，看看历史的线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大陆和台湾开始分隔至今。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刚刚夺取大陆政权，热血沸腾，扬言解放台湾指日可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了进程。1950年爆发的韩战让新中国措手不及，美国第7舰队奉杜鲁门总统之命进入台湾海峡，直接将台湾纳入美军保护范围。这犹如横亘在海峡中的一道铁幕，使得解放军原本酝酿的渡海作战计划不得不紧急搁置。要知道，50年代初的中国海空军力量非常薄弱，既没有足够的登陆艇，也没有制空权，更谈不上对抗美国航母舰队。在这种局势下，毛泽东即便再想解放台湾，也只能忍下这口气，转而把精力投入朝鲜战场和国内的政权巩固。韩战不仅救了南韩，某种程度上也救了台湾。若没有这场战争，美国当时未必会如此坚定介入台海，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在建国初期就孤注一掷攻打台湾。韩战之后，中美之间进入直接对峙局面，台湾也因美国的保护而暂时高枕无忧。然而台海并非风平浪静，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为了探视美国底线，鼓舞国内士气，
对台湾海峡发动了2次大规模炮击。1954年至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等离岛，美国遂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将台湾纳入防卫圈。1958年的第2次台海危机，解放军再度炮击金门，企图逼退美军顾问并测试美台反应，美国则派出航母护航运补，结果是金门照样守住。美中在台海隔空交火，却未真正爆发全面战争。毛泽东这2次炮战更像是一种政治秀和策略试探，一方面向世界宣示大陆对台主权不曾放弃，另一方面也借机观察美国出手的程度。在核武时代的开端，美国甚至一度酝酿是否对中国动用战术核武器保卫台湾，可见当年局势之凶险。对毛泽东来说，他虽然在国内政治运动中大胆激进，但在对美直接军事对抗上仍是谨慎的。武力统一台湾在当时看来不仅意味着与美军直接开战，更可能招致毁灭性后果，于是暂时搁置武统，以炮战式姿态成了50年代末北京的权宜之计。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台海问题进入一种诡谲的拉锯与沉默对峙状态。60年代，中国大陆自身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剧烈震荡，国内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在此情形下无力顾及台湾。而台湾方面，蒋介石父子统治下实行戒严和威权统治，一方面对内高压统治，避免共产势力渗透，一方面对外仍然叫嚣着反攻大陆的口号，实则两岸在这一时期都无实际能力发起进攻。对方本岛的战争，一方内乱纷纷，自顾不暇，另一方虽有美元也根本无法渡海反攻，于是台湾问题仿佛被历史暂时凝固。两岸之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却又维持现状的冷峻平衡，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70年代，美国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向。1971年，美国支持下的中华民国台湾黯然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国际格局的巨变。美国开始承认北京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随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确认一个中国原则，虽措辞含糊，但大势已定。到了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改与北京正式建交，这一系列外交震撼波对台湾是沉重打击。从此台湾失去了大多数国家的正式承认，陷入日趋孤立。然而讽刺的是，北京却并未趁势对台湾痛下杀手，反而在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高调宣示从炮击到和平的转变，提出和平统一的倡议。邓小平执政后，更在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愿意给予台湾高度自治，来换取国家统一。可以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当局对台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换，从过去的武下为主，变为以争取人心为主。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国际地位节节上升，看似更有筹码时，反而选择放下炮火，释出橄榄枝？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经历了文革浩劫的新中国急需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邓小平深知和平环境的珍贵，他不愿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下冒险开战，而是希望以祖国大陆日益强盛的吸引力来感召台湾回归。北京甚至不讳言，我们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相信终有一天，台湾同胞会理解统一的好处，而自愿回到祖国怀抱。从高喊解放到耐心等待，这正是80年代北京对台策略的真实写照。当然，和平统一的呼唤并不代表中国大陆放松了对台湾的战略布局。从70年代末开始，北京一面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自己对全中国的代表地位，使台湾的主权主张日渐失去舞台，一面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以其未来在两岸实力对比中取得压倒性优势。80年代中后期，两岸关系曾短暂出现和煦的春风。台湾在1987年解严，民众得以赴大陆探亲，两岸开始出现民间交流和经贸往来的苗头。90年代初，海峡两岸还在1992年达成了9·2共识，尽管对其意涵各有诠释，并于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这是史上首次两岸官方授意下的高层对话。那时不少人曾经乐观以为
两岸或许有望通过谈判找到某种和平统一的方案。然而好景不长，统一与否的争议又随着台湾内部政治变迁而再起波澜。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在美国发表演讲，触怒北京。北京担心李登辉走向台独路线，于是在1995年至1996年对台湾海峡进行了连串飞弹试射，以警告和恫吓。当时正值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前夕，中共导弹落在台湾近海，意图制造恐惧感。然而这次所谓台海飞弹危机却引来美国更直接的军事干预。美军派出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驰援台湾附近海域，摆明捍卫台湾安全。面对美军钢铁洪流，北京当局最终适可而止，在台湾举行顺利选举后缓缓收兵。这场对峙结果对北京而言相当尴尬，不但没能阻止台湾民众投票选出他们要的领导人，反而暴露了当时解放军在海空军方面与美军的巨大差距。可以说，1996年的惊险对峙是中国大陆领悟武力统一尚无十足胜算的一次转折点。此后，北京痛定思痛，加速军备现代化，发展导弹与海空力量，立志不再让美军舰队在家门口如此气定神闲。另一方面，北京也更深刻认识到，台湾人民的民心向背已成为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变量。飞弹危机非但没吓倒台湾民众，反而激发更强的本土意识，这让主政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下与打之外，是否还有更高明的办法。进入21世纪，两岸关系几经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北京在不断积蓄力量，同时灵活调整软硬策略。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主张本土化的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北京对此极为警惕，担心台独势力做大，在2005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将防毒写入法律。如果台湾走向法理独立，北京将被迫以非和平方式处理。但有趣的是，这部法律同时也写明要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等于是一手挥舞大棒，一手拿出萝卜，软硬并济。事实上，2005年前后，北京在军事恐吓之外，更大量运用了经济利诱和统战手段。随着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工厂，台商纷纷西进掘金，台湾经济日渐依赖大陆市场，加上两岸同文同种的文化连结，北京寄望经贸融合和民间交流能润物细无声地拉近台湾人心。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朝一夕可成，中间波折不断。2008年，台湾又一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马英九上台后，采取了亲善大陆的路线，承认9·2共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北京抓住这机遇，与台北签署了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如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还开放观光、人员往来直航等。一时间，两岸交流火热，仿佛走上了一条和平融合的康庄大道。当时，不少统派人士满心期待经济融合、人心互通，也许再过些年，台湾自然就会回到祖国怀抱。然而现实再度给这种乐观浇下一盆冷水。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年轻世代强烈反对与大陆过度经贸捆绑，担忧北京已经促统的阴影。民意的反弹最终导致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搁浅，也显示出台湾年轻族群对政治统一的高度戒心。北京精心布局的经济统战，碰上台湾社会多元民主的活力，结果没能一帆风顺。转眼间来到近年，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胜选执政，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官方交流中断，北京开始祭出全方位的施压。在外交上，不断挖走台湾仅存的邦交国，企图让台湾在国际上零立足空间。在军事上，解放军战机军舰几乎每日绕台巡弋，军事演习频频围台，高强度灰色地带压力迫使台军疲于奔命。在心理上，通过网络舆论战、渗透台湾媒体等方式，试图削弱台湾民众的抗敌意志。北京此时展现出的耐心与强硬兼具的策略，其实有个非常直白的目标：下阻台湾走向法理独立，同时等待更有力的统一契机出现。例如，如果台湾未来出现一位较为亲大陆、主张缓和的领导人，北京或许愿意再度推动和平谈判。又或者若国际局势出现变化，
美国抽身远东，不再强力干预，那对北京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在这期间，习近平多次发表对台讲话，强调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但同时称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并警告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他甚至在2019年明言，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拖下去。这些话让外界揣测北京是否正在酝酿较具时程表的统一计划。然而，从话语到行动中间还有距离。截至目前，即便台海紧张态势升高，北京依然克制的没有跨出武力攻台的最后一步。解放军在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实弹演习，一度在台湾周边划设多处禁区，但演习过后并未升级为持续的封锁或进攻。这种点到为止的做法，似乎又说明北京对武统仍抱着审慎态度。有人不禁要问，难道北京真打算一直这样拖下去吗？习近平口口声声不让问题拖延，却仍在按兵不动，这当中是不是隐藏着什么战略算计？正当各界对北京何时动手议论纷纷之时，一位美国专家的观点引起了轰动。这位专家的一句话道破了北京70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终极阳谋，让在场的人无不瞠目结舌，瞬间沉默。这位人士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他观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数十年，在2022年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其实一直奉行着战略忍耐的原则，等的就是有朝一日台湾自己投降。黎安友引用了中国古代兵法《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打仗就能让敌人屈服，才是上上策。他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正是秉持这种理念处理对台关系，能拖则拖，能忍则忍，始终没有鲁莽的首先开战。因为北京相信，与其贸然动武，冒着巨大代价去强行拿下台湾，而万一失败将永远失去统一机会，不如耐心等待，等待时间来改变一切。换言之，北京打的主意是，只要我们拖得够久，实力差距拉得够大，国际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终有一天台湾方面会自己招架不住，不战自强。这番剖析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北京多年在关键时刻一再克制的内在原因，也难怪在场的人听罢都沉默无语。因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让人不得不正视的残酷现实。试想，中共高层何尝不渴望一举收复台湾，名留青史？但他们更清楚，如果贸然动武，面临的将是一场极为惨烈且前景难测的豪赌。台湾防卫虽非美军等量级，但经过多年备战，也不是待宰羔羊。解放军即使登岛成功，也势必要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而一旦战事胶着，美日及其盟友介入，局势更会不可收拾。即便撇开纯军事层面，武统台湾还有可能引发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与孤立。中国如今是全球经贸体系的枢纽，一场台海战争可能让中国数十年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这对以执政绩效和经济成就立足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风险。反过来说，如果可以不战而屈人，不仅能避免流血，还能保全台湾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例如举足轻重的半导体产业，为未来统一后所用，何乐而不为？因此，北京高层内心其实一直有两本账在盘算，一笔是武统速决的账，一笔是长期围困拖垮的账。前者收益高，但风险也高；后者见效慢，却比较稳妥。从过去70年来看，北京不断在两种选项间权衡，但总的倾向越来越偏向后者，用时间这把刀慢慢割掉台湾的意志。黎安友的点破，正是对这种战略心态的高度凝练。他们在等台湾人自己投降。然而，听到这里，可能有观众要问：北京真能等得到台湾投降的那天吗？毕竟从台湾当前的民意来看，情况似乎恰恰相反，越拖下去，台湾人愈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年轻一辈对统一更是兴趣缺缺，北京苦盼的人心回归，怎么看都看不出苗头。等待难道不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问题切中了要害，时间的确是一把双刃剑。
北京希望用时间磨平台湾的抵抗意志，但也可能发现时间磨去了台湾对祖国的感情。然而，北京之所以依然有耐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宏观大势终将对自己有利。中国有句流行语叫东升西降，意指东方崛起，西方衰落。北京坚信，只要中国国力继续增长，美国相对影响力迟早走下坡，那时台湾将更加孤立无援。试想若干年后，假如有那么一天，美国因内部问题无力他顾，或因不愿与崛起的中国摊牌而选择后退，台湾还能指望谁呢？届时，在强大的祖国面前，也许台湾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统一条件。哪怕台湾民心依然不情不愿，但现实情势会逼着他们低头。这正是北京长远博弈中冷峻的一面。他们未必非要台湾人心甘情愿点头，但至少要让你失去拒绝的资本。到那时，顺从也就成了唯一选项。北京官方当然不会直白说等你们投降，而是用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样的话来润饰。但从黎安友的视角看去，所谓希望的另一层含义，其实正是期待时间将台湾的抵抗磨去，终至不得不顺从。这番话之所以令听者沉默，是因为它揭开了现实残酷的一面。在你未察觉中，你的意志可能已被对方当作战略目标，一点点的被消磨。当然，战略忍耐并不意味着一味消极坐等。北京在等待的同时，手中也握着越来越多的筹码。首先是军事筹码，解放军这20年来军费开销惊人，导弹、战机、海军舰艇实力大增，据说已具备对台快速制压的能力。连美军将领都承认，今日的中国军队已是强大的挑战者。这种军力威慑每天绷紧台湾的神经，使台湾常年处于准战争状态，社会心理压力巨大。其次是经济筹码，中国大陆如今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台湾大量的农工产品、电子零件卖到大陆赚取顺差，同时台商在大陆投资设厂，获利可观。若北京哪天对台湾来个经济封锁、贸易制裁，台湾经济恐将立刻重创。北京平时不动用这招，但这张牌始终悬在半空，让台湾执政者不敢不慎重。第三是外交筹码，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北京，不承认台湾。台湾的国际人格几乎被压缩到零，这意味着如果北京武统，国际上愿意直接军事援助台湾的国家寥寥无几，多半也只有美日少数几个。而若美日因某些原因犹豫甚至退却，台湾几乎不可能单独撑住。所有这些筹码都是北京长期经营的结果，一点一滴累积至今。耐心等待不是消极无为，而是在暗中布局，以时间换取空间。当年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说的正是这种战略耐性的智慧。如今北京对台就是一场耐力赛和意志战，看谁能笑到最后。黎安友的分析无非是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那么北京真的能一直等下去吗？习近平虽未给出最后期限，但他这代领导人显然不甘心让统一问题无限期拖延。外界有分析认为，2027年前后，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或2030年前后，中共可能下定决心行动。毕竟习近平本人多次强调，不能把历史欠债留给下一代，而他也在为解放军加速备战做准备。然而，这些推测终究是推测，真到关键时刻，北京可能依然会审时度势，决定是战是和。一场俄乌战争的爆发，其实给了北京一个绝佳的观摩窗口。俄罗斯闪电战乌克兰未能成功，反而陷入持久战和国际制裁的泥淖，这对寻求武统的中国绝非好兆头。北京从乌克兰看到，美国虽未直接出兵，但通过军援也能让侵略者付出惨痛代价。同时，西方阵营空前团结制裁，让俄经济元气大伤。这些教训想必在中南海高层引发激烈讨论。或许有人会说，中美国力对比不同于俄美，但台湾的战略地位和高科技产业价值决定了美西方不可能对台坐视不管。因此，理智的中国领导人会发现，时间仍站在自己这边。中国每年都在变强，而国际变局充满未知，没有必要急于一时。一旦仓促动手，反而可能坏了大局。与其如此，不如继续携着不断增长的实力，去威慑，去孤立，去软化台湾，
用10年、20年的时间完成不流血的统一。这听起来或许残忍，却极其现实。对岸的决策者有足够耐心和定力，他们可以等台湾内部分化，等国际态势有利，等自己强大到足以让对手绝望。正如那句话所言，等待台湾自己投降。这一等待，也许就是他们眼中的最终胜利。听到这里，我们仿佛可以理解为什么那句话甫一出口会让现场鸦雀无声，因为它点明了两岸困局中最无奈却真实的一面。中国大陆无需着急发动战争，在可见的未来，他们大可以继续积聚力量，静观其变，而台湾则处于一种熬人的消耗战中，必须每一天都展现出不投降的决心，同时祈求世界局势不要抛弃自己。这是一场谁先眨眼谁就输的博弈，比拼的是国力、意志和智慧。对台湾而言，希望当然是在于强化自我防卫，团结民心，并争取国际社会更明确的安全承诺，以撑过北京的压力测试。对北京而言，他们则会继续以庞大的国力背景为后盾，对台湾软硬兼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踩着钢丝前进。最后胜负如何，还未到盖棺论定之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中，北京目前依然显得胸有成竹，耐心十足。毕竟他们从历史中深知，150多年前他们失去了香港，但最终通过等待与谈判于1997年收回。那么哪怕台湾问题拖上100年，只要不爆发热战，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这种超长期的耐心和谋略，或许正是许多人低估北京的地方。当美国专家道破其中玄机时，人们惊愕于其直接，但真实也只能默然。总而言之，中国大陆迟迟未以武力统一台湾，绝非简单因为不敢2字，而是不宜与不及使然。在今日的台海棋局上，北京深谋远虑，宁可放长线钓大鱼，而不是铤而走险打一仗定乾坤。这并非懦弱胆怯，而是一种冷静而残酷的算计。等到猎物筋疲力尽，自行倒下，而猎人不必扣动扳机。李安有这句等台湾人自己投降，可谓是对此战略最精辟的写照。他提醒了世人，也许在惊涛骇浪的表象下，更大的风暴其实是无声的。一方在静静等待，另一方在默默坚守。谁能笑到最后？70年的对峙已经过去，未来5年、10年、20年，这场拉锯还将继续。或许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时，北京会对世界宣告，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完成了统一，那将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但也可能，台湾会撑到出现新的变数，让北京不得不重新审视等待策略的有效性。两岸未来走向如何，我们无法未卜先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这场博弈中，时间本身已经成为最关键的武器之一。到底是时间磨平了台湾的意志，还是时间催生出新的转机？这将是历史给两岸出的最终考题。希望这场危机最终能以和平方式落幕。毕竟，不论统一与否，和平与繁荣才是两岸人民最殷切的期盼。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场漫长博弈的最新动向，期待未来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深入的分析。我们下次再见。故事要从一个令人意外的猜测开始，有没有可能中东的以色列会成为第一个和台湾建交的非邦交大国？乍听之下仿佛天方夜谭，但近期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让这个话题悄悄浮上台面。以色列和台湾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2块土地，一个在地中海畔，一个在太平洋中，一个被周边邻居环伺威胁，一个被强邻虎视眈眈。两者官方上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在近年发展出一段微妙而紧密的友谊。本篇将以故事叙述的方式，带大家轻松探索这段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转变，台湾如何经营与以色列的互动，美中两强如何施加影响，到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左右台以交流，最后看看有无出现任何建交或战略合作的苗头。在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这段跨越万里的关系正写下怎样的篇章呢？先从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说起。官方而言，以色列奉行的是典型的
一中政策。早在1992年1月，以色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当时签署的联合公报白纸黑字写着，以色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法律上，以色列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于是，以色列和多数国家一样，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大使馆，也不会公开派部长级官员互访。一句话，以色列在台北既没有以色列大使馆，只有个名称拗口的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在特拉维夫也只能设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双方礼尚往来，各自派驻代表充当变相的大使。这些办事处自1993年成立至今，功能上几乎和大使馆无异，但地位上毕竟只是一种民间机构的待遇。不过，官方的制式表态是一回事，实际互动又是另一回事。以色列虽然在外交名分上小心翼翼，但长期以来对台湾保持着相当热络的实质交流。可以说，以色列对台湾戴着两张面具，公开场合一本正经地尊重北京的立场，私底下却对台湾频频点头微笑。尤其近年，这层面具似乎越摘越下来，露出友善真实的表情。举个例子，以色列竟然在国际会场为台湾仗义直言。2024年和2025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讨论台湾参与问题时，以色列代表接连发言支持台湾加入。要知道，能在这种全球瞩目的正式场合力挺台湾，绝非寻常小事。这表示以色列在公共卫生领域不顾中国反对，认为台湾的声音值得被听见。对比许多国家对台湾议题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以色列的表现相当大胆，让台湾民众大感意外又惊喜。再看今年发生的一场小风波，2024年5月，以色列海法市举办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邀请各国驻以色列代表参加。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雅萍名列受邀来宾，甚至被安排在活动上致辞。消息一传到中国耳里，北京派驻的人员当场向主办单位抗议，要求把台湾代表赶走。结果主办单位根本不鸟这套，中国代表一气之下提早离场抗议。这段插曲透出一个信息，以色列在非正式场合并不愿配合中国去冷落台湾，反而给了台湾代表应有的尊重。主办单位敢于抗议中国代表，背后也显示以色列官方默许这种对台友好的姿态。可以想见，在场的台湾驻以代表心中应该暗爽，谢谢你们不赶我走，这面子我们台湾记下了。还有件事颇耐人寻味，以色列驻台代表处曾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总统。2023年10月，发生震惊全球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立即发声明谴责暴力并声援以色列。以色列驻台办事处随后在社群媒体发文道谢，不但特地用中英文致谢，还直接用了总统、副总统的正式称呼来提及蔡英文和赖清德。这可是在打破外交忌讳，一般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官方场合都避免用这种头衔，以免显得承认台湾主权。然而以色列办事处这番操作，等于半公开地尊重了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称号。虽然只是一则脸书贴文，但细节之处见真章，台以之间的互动温度由此可见一斑。更直接的表态来自以色列驻台湾的代表本人。现任以色列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尤玛雅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就在哈马斯袭击后的2023年10月下旬，他面对媒体公开称赞，台湾真的是以色列的好朋友，对台湾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的同情和支持表达感激。同时，他话锋一转，罕见地批评起中国。中国对哈马斯攻击的反应令人困扰，因为北京在该冲突中虽然口头呼吁停止暴力，却迟迟不愿谴责哈马斯，还跟俄罗斯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谴责哈马斯的决议。在以色列人眼里，这等于是对恐怖攻击不痛不痒。尤玛雅大使的这席话明白反映了以色列官方对中国的不满，以及对台湾友情的肯定。在他眼中，台湾的雪中送炭可贵非常，而中国的冷漠让人寒心。这样直言不讳，可说前所未见。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对台湾的态度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积极。一方面，以色列没有改变他承认北京的官方立场，但另一方面，
他越来越不避讳强调跟台湾的价值连结。或许是因为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以色列也意识到民主阵营需要抱团取暖。当很多国家在以巴冲突中渐行渐远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给了以色列坚定支持，这让以色列颇为感动。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老是和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唱同一首歌，台湾却和以色列同病相怜般站在一起，孰亲孰疏，不言自明。于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台湾展现更多善意。总而言之，如今的以色列对台政策有点像高空走钢索，一只手还挽着中国，以免掉下去，另一只手却在悄悄向台湾招手致意。俗话说，掌声响起来，必然有人喝彩。以色列对台湾示好的背后，其实也有台湾主动经营的成果。接下来看看台湾方面是如何推动台以关系一步步拉近双方距离的。首先，台湾对以色列的政策基调一向明确，虽然彼此没有邦交，但以色列是台湾非常重视的伙伴。台湾长期处于国际外交困境，能结交到像以色列这样的中东强国，自然是求之不得。因此，台湾政府这些年对以色列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不仅在官方层面维系交流，更鼓励民间各领域广泛合作。可以说，台湾是把以色列当成了准友邦来看待，用尽办法加深彼此连结。双边互设办事处是最重要的起点。1993年起，双方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办事处，虽然名义上不叫大使馆，实际上派驻人员、提供服务都和大使馆差不多。这30年来，台以双边透过办事处签署了30多项协议，涵盖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观光等各领域，简直包罗万象。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航空运输协定，到环境保护备忘录、农业合作、科技研发合作等等，一应俱全。2020年，双方甚至签了互相承认驾照的协定，方便彼此国民考取使用对方的驾照。可见在许多实务事项上，台湾和以色列几乎是按照邦交国的模式在往来，缺的只是外交承认而已。经贸交流更是频繁热络。以色列虽小，却是创新科技强国，台湾则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制造重地，双方经贸上相辅相成。近年双边贸易额稳步成长，每年贸易总额在数十亿美元规模。台湾的高科技产品、半导体设备等输往以色列，而以色列的芯片设计技术、医疗器材、农业科技也引进台湾市场。2022年，双方贸易额超过30亿美元。2023年，尽管有战争因素略有起伏，整体合作趋势仍在向上。台湾外贸协会还在特拉维夫设立了台湾贸易暨创新中心，积极协助台湾厂商拓展以色列市场。这股热络不光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产业合作上。像台湾的科技公司常赴以色列寻找创新技术投资，以色列的新创企业也乐于和台湾合作，将技术商品化。双方都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一个是科技新创的创业国度，一个是高科技制造的半导体王国，双剑合璧，自然前途无量。除了商业经贸，文化教育交流也是一大亮点。台大、清华、交大等台湾知名学府早与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特拉维夫大学等签有交换学生和学术合作协议。2024年10月，台以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推动艺术展演、文创产业交流。更有趣的是，以色列驻台办事处还在2023年初于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了名为“当台湾人遇见以色列”的摄影展，庆祝双方互设办事处30周年。透过一张张照片，台湾民众看见以色列风土人情，而台湾的人情味也传达到以色列朋友心中。这种软实力的互动，增进了人民间的理解，好感度直线上升。谈到人员往来，不得不提最近刚上路的度假打工计划。2023年底，台湾与以色列签署青年工作假期协议，并在2025年6月正式启动申请。这个计划每年允许双方各200名18到30岁青年赴对方国家旅游打工长达1年。对年轻世代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去远在天边的国度体验生活。一位台湾年轻人或许可以背起行囊，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打工度日，相对地
也会有以色列年轻人飞来台北，在夜市的小吃摊或科技新创公司累积人生经验。透过这样的交流，两国的新生代将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结。只是很可惜，中东局势瞬息万变。就在计划开跑不久，因为2025年中东再度紧张，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升温，台湾外交部基于安全考量，宣布暂缓执行这个度假打工计划。消息一出，不少满心期待的年轻人顿时大失所望。不过外交部也强调，等中东情势缓和，计划会尽快恢复，已获许可的人选可顺延资格。这段小插曲提醒了我们，台以关系虽热，但仍受到地缘风险影响。所幸双方推动交流的意志没变，等风头一过，年轻背包客们依旧有机会踏上圣城耶路撒冷的土地，或在台湾夜市里品尝珍珠奶茶。台湾对以色列不仅是热情互动，更展现了道义上的支持与善意。2023年10月，哈马斯恐攻以色列后，台湾成为亚洲地区最早谴责哈马斯、声援以色列的地方之一。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蔡英文、当时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几乎是第一时间发声明，力挺以色列反恐自卫的权利。台北一栋地标建筑台北101大楼还在10月12日亮起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灯光，象征与以色列人民同在。这种举动在过去并不多见，可说是台湾对遥远盟友的一次深情告白。更实际的是，台湾政府和民间发起募款，短时间内就凑了超过180万新谢克尔，约新台币500万元，捐给以色列地方政府联盟，用于战后医疗及通信设施重建。此外，台湾还额外捐助了一批物资给协助以色列士兵和罹难者家庭的组织。连以色列自己国内都有国会议员感慨，有些在北部遭受战火威胁的以色列村庄，我去探访时，唯一陪同我的外国人竟是台湾驻以色列代表，他专程来帮忙。这名议员难过地批评自己，政府漠视那些村民，反而是远方的台湾伸出援手，令人动容。台湾这一连串举措反映出台湾政府的一项策略，把道义外交做到极致，以情动人。台湾明白，以色列虽重视现实利益，但也不会忘记谁在危难时真心支持他们。当全球许多声音开始质疑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时，台湾选择聚焦于谴责恐怖主义，呼吁和平，对以色列的正当防卫给予同情理解，尽量不在公共场合批评以色列。这种友好态度正逐渐换来以色列的回报。除了前述在 WHO 场合的力挺外，2024年4月，以色列国会台湾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团访问台湾，当面感谢台湾在困难时刻所展现的支持和情谊，强调这份友谊我们永远记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见他时也表示，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台湾和以色列都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彼此更能理解相互扶持的重要性。可以说，台湾对以色列施展的是魅力攻势和务实合作双管齐下，一方面以善意、同情赢得以色列人民和政府的好感，另一方面以实质交流和利益捆绑，巩固双方关系。台湾外交向来吃亏在国际现实，但在耕耘类似以色列这样的非邦交友好国上却颇有一套。现在的台以互动俨然已是只差临门一脚的密切伙伴关系，除了没有互设大使馆和互派正式大使，其他种种作为直追真正的盟友。当然，台湾也很清楚自己不能要求以色列为了台湾去和中国翻脸。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强调，我们不会要求朋友替台湾上战场，我们所希望的是国际上的道义支持。这份体谅让以色列心领神会，毕竟谁都明白以色列有以色列的难处，台湾不会天真到让人家设北京而取台北，但台湾相信，只要交情打好了，关键时刻朋友自会拉你一把。正如俗话说的，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台湾努力扮演那个雪中送炭的朋友，如今看来，以色列也开始愿意为台湾站台呐喊了。探讨台以关系，不能忽视幕后两只大象，美国和中国。在国际外交的厨房里，哪里都有美中两强的一双眼睛。台湾和以色列这锅汤，
自然也难逃他们加柴添火或调味品的影响。美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有时潜移默化，有时赤裸裸干预，交织成台，以关系的背景底色。先说美国，美国和以色列是传统铁杆盟友，美国和台湾也是实质上的坚定伙伴，虽然没有邦交，但有台湾关系法保障，因此美国在这桩台以友谊中其实乐见其成。对华盛顿而言，看到自己的两个小老弟走近，自然有利于构筑更广泛的民主阵营合作网络。美国长期以来都希望把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串联起来，共同抗衡集权势力的扩张。在美中战略对抗日趋明显的近年，美国更倾向于鼓励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与美保持步调，也就是说，不要和中国走得太近。当然，美国不至于公开唆使以色列去跟台湾建交，毕竟美国自己都还没正式承认台湾呢。但华府乐于见到以色列多跟台湾交流合作，这对削弱中国影响力有帮助，同时也可让台湾更安全一分。事实上，美国在背后推了一把以色列和台湾的靠拢，这并非阴谋论，而是有迹可循的。例如，美国过去几年不断提醒甚至施压以色列，要求其降低对中国投资和技术的依赖。2018年起，美国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以色列基础建设项目公开表达担忧，其中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企业取得海法港新码头经营权的案子。因为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军舰经常访问海法港，美国担心有中国公司驻守港口，恐有安全风险。结果压力之下，以色列近年果真设立了投资审查机制，把中国公司排除在一些敏感项目的招标之外。又比如2020年起，美国力劝以色列别让中国企业承建特拉维夫地铁关键路段工程，尽管以色列嘴上不承认受美方摆布，但实际上已开始在中以经贸合作上踩刹车。美国此举的目的，一来是维护自己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二来也是要以色列逐步与中国脱钩，别站错队。当以色列与中国保持距离，他就更有余裕去亲近台湾，而不怕被美国嫌弃。可以说，美国塑造了一个氛围，让以色列觉得多跟台湾交往是正当且被鼓励的。美国对台以关系的影响还体现在战略思维上。近来一个热门话题是把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与台湾做类比。哈马斯袭击发生后，美国全力声援以色列，同时也在台海增加军事存在，这引发某些讨论。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进犯台湾，美国会不会像支援以色列那样来支援台湾？甚至有舆论担心，如果美国在以色列遭袭时都没有及时军事介入，会不会让北京误判美国对台协防的决心？对此，美国官员和学者纷纷出来灭火，表示以色列与台湾情况不同，不宜直接类比，毕竟以巴冲突性质不一样，美国对台湾早有军事承诺。但不管怎么说，以色列的战争在美国决策圈中确实触发了有关台海安全的联想，一些美国议员更把台湾纳入对以色列、乌克兰的综合援助法案中进行表决，间接把三者绑在一起谈。2024年4月，美国众议院曾表决通过一笔包含援助以色列和台湾的巨额安全援助预算，这让以色列和台湾双双对华府表示感谢。可以想见，美国在军事外交上正悄悄把台湾和以色列当成同一队伍的队友，资源配置也开始联动。美国此举传达给中国的信号就是，别妄想各个击破，我的朋友们可是一体的。再看中国，中国对台湾那是众所周知的打压，对以色列则是若即若离的利用和拉拢并存。北京当局一贯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把这当作外交红线。对于以色列，北京当然也不例外的敲打，只要台湾和以色列走近一步，中国就皱眉一下。像前面提到的海法事件，就是中国马上跳脚的反应。但中国给以色列的压力更多是在闭门场合，例如透过外交管道提醒以色列坚守一中原则，不得逾矩等等。我们可以想象，每当传出以色列国会议员团要访台，或台以将签署某某新协议时，北京的外交人员大概就要去找以色列的政府官员谈心一番，表达关切甚至警告。不过以色列似乎愈来愈不吃这一套了。一来是台以交流没触碰最敏感的底线，例如没有互设大使馆，所以中国也只能抗议几声了事。
二来也是中国自己近年的所作所为寒了以色列的心。中国本来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中东地区传统上也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然而习近平政府近年野心勃勃，试图在中东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中国一方面大撒币，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又拉拢以色列的对头们，例如在联合国场域几乎逢以色列相关议题必偏向巴勒斯坦立场，还高调与伊朗称兄道弟。尤其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邦交，这让以色列既惊讶又有点失落。原本以色列希望自己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能共同对抗伊朗，可中国突然跑出来当和事佬，搅乱了中东棋局，更别提伊朗与中国签署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中国被认为将在经济上大力支援伊朗。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生存威胁，中国却在关键时刻拉了伊朗一把，这笔账以色列人心中难免会记着。哈马斯战争更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10月战事期间，中国表面上呼吁停火，但迟迟不愿直接谴责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自卫超出正当范围。不但如此，当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谴责哈马斯和声援以色列的决议时，中国投下反对票，等于和俄罗斯一起堵了以色列的后路。在以色列举国震怒哈马斯暴行，全球谴责恐怖主义的氛围下，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刺眼。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中国这回彻底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些以色列媒体和政要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偏帮恐怖分子，丧失道义，双方互信由此降到冰点。有分析指出，这是中以建交30多年来关系最冷的一刻。原本传闻以色列总理可能在2024年访问北京，如今看来也遥遥无期。在战争期间，以色列甚至一度传出不满中国角色，考虑调整对华关系的声音。虽然政府高层没有发表极端言论，但民间和智库已开始讨论中以关系是否需要重新评估。以色列著名智库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就观察到，2023年中以经贸往来首度出现显著下滑，其中或许有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双方贸易信心下降。中国过去几年高速成长为以色列的重要市场，但2023年双边贸易额却比前一年骤减近20%，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以色列自身经济动荡、内部政治危机、战争等，但也折射出中国和以色列渐行渐远的势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相对削弱，自然也间接放大了台湾的机会窗口。以色列现在对中国可谓又爱又恨，戒慎恐惧。爱的是中国市场和投资，不想轻易放弃；恨的是中国在战略上靠向自己的敌人。面对这种复杂心情，以色列未来很可能会更小心地和中国来往，不让北京牵着鼻子走。同时，以色列也会思考如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免关键时刻被掣肘。美国当然乐观其成，台湾更是看到一线生机。当以色列不再一味讨好中国，它就有更大空间提升跟台湾的互动层级。简单说，中国在台以关系中的角色，从原先的防火墙渐渐变成纸老虎。中国还是会跳出来吓唬人，但台湾和以色列都没打算被咬伤，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当然，我们不能天真以为中国会袖手旁观。若哪天以色列真在敏感问题上越线，例如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或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中国势必强烈报复。中国手上握有几张牌可以打：经贸制裁、外交降级，甚至在中东问题上更加偏袒伊朗和巴勒斯坦来惩罚以色列。但反过来说，这些牌北京未必敢轻易出。对中国而言，以色列也不是个可随便捏的软柿子。以色列在美国政坛有巨大影响力，北京若真和以色列撕破脸，恐将进一步恶化自身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得不偿失。因此现阶段，中国大概还会采取拉以色列输台湾的策略，一边对以色列讲经济利益，拉拢说咱俩做好伙伴吧，一边继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让以色列看到台湾没有中国靠得住。这场角力还会持续下去。不过如前所述，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中国的策略奏效几率降低。以色列不是傻子，他正逐渐认清民主世界和专制阵营的新冷战轮廓隐约浮现，
站在哪一边对长远国家利益影响深远。夹在美中之间的以色列正在慢慢向美国阵营在靠拢，而台湾恰恰是美国阵营的一员。未来中国在台以关系中恐怕越来越鞭长莫及，只能干瞪眼看着两个他不想见到亲近的对象走得更近。讲了这么多，终于要回到那个让人浮想联翩的问题：以色列会不会跟台湾建交？双方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甚至出现某种战略同盟？时至2025年仲夏，让我们来盘点所有线索，试着描绘这段关系的未来轮廓。首先要强调的是，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台湾之间并没有任何正式建交的官方消息。双方政府虽然互动热络，但都很谨慎，没有谁宣布要改变现状，从办事处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一步实在太大，充满风险。一旦建交，以色列势必要和北京断交，这对以色列而言意味着断送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可能引来中国在外交和地缘上的报复。而台湾这边虽然求之不得，但也很明白以色列不可能轻易放弃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所以短期内台以建交依然属于小道传闻和专家幻想的范畴。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官方在任何正式场合都未透露有此打算。然而，国际关系从不是静止的湖水，而更像起伏的潮汐，一些异样迹象正在累积，值得我们留意。首先是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和立法部门对台湾的友好度大增。过去，以色列议会对台湾议题少有关注，但现在不一样了。议会中已经组成跨党派的以色列台湾友好协会，定期研讨台湾相关议题。在2024年和2025年间，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连续2年造访台湾，而且规格越来越高。2024年4月，由友好协会主席塔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代表团访台，不仅见了蔡英文总统和外交部长吴钊燮，连台湾新当选的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等人都会见了他们。一行人还去拜访南部科学园区，参观绿能示范场域，可谓行程满当。塔波罗夫斯基明确表示，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政党，这反映出以色列政坛对台湾支持已超越党派。他强调以色列朝野对台湾的支持是团结一致的，并提到以色列自1993年设立驻台办事处以来，已和台湾签了30多项合作协定，未来希望继续深化关系。到了2025年5月，又一批由外事国防委员会成员泰勒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访台，这次更会见了台湾新任的副总统萧美琴，刚于2024年就任，以及国安会秘书长等高层。双方除了讨论科技、农业、资讯安全等合作，还首度触及了敏感的安全议题。据台湾方面转述，这次他们谈到了创新、农业、防务等战略合作领域。泰勒议员称，台湾是以色列真正的朋友和重要的民主盟友，我们面临类似的挑战，加深这种伙伴关系符合我们国家利益。这番话已经非常接近盟友间的调调，不再只是普通朋友寒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意机构已经在为双边关系升温预热，替未来可能的官方行动营造氛围。其次，我们看到战略合作的苗头，虽然台以之间还没有明面上的军事同盟或情报共享协议，但暗地里的交流正悄然展开。2025年年初，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的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台湾智库，双方讨论建立长期对话机制，包括安全合作议题。与会的前台湾外交部长田宏茂直言，希望能为双方探索共同关切问题，比如区域安全，建立一个框架。出席的以色列驻台代表尤玛雅也批评了西方媒体对以色列反击恐怖主义的不公报道，可见双方在安全认知上相当契合。此外，有传闻指出，台湾方面对以色列的尖端军事技术深感兴趣，例如如何应对飞弹袭击的铁穹防御系统、无人机防御技术等等。而以色列也乐于了解台湾在半导体战略上的经验，因为台积电对台湾的重要性就像以色列国防工业对以色列的重要性，双方各有所长，如果能优势互补，确实存在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讨论目前仅限于闭门研讨，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协定，但不排除未来某天
台湾和以色列会签署一些具战略意义的谅解备忘录，比如在网络安全或情报交流方面，如果内一步出现，将代表台以关系的质变。谈到军事合作，必须回顾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其实在冷战时期，台湾和以色列曾是隐秘的军事伙伴。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后，美国为了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默许以色列扮演第三方军火供应商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台湾曾经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不少军备和技术，包括攻击快艇、各式枪械、飞弹零部件等。据说台湾的经国号战机和多艘军舰都有以色列提供的升级配件和系统。当年以色列为了冲破外交孤立，也乐于卖武器给台湾换外汇，可谓一拍即合。一直到1992年，以色列和中国建交，这条暗线才被迫中断。中国当时就放话，以色列不许再对台军售。自此以后，以色列表面上遵守承诺，再没传出对台出售武器的大案子。然而，有些合作可能一直没断，例如电子战设备的信息分享、军事训练、经验交流等，只是不公开而已。200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曾指责以色列在美方默许下暗售部分尖端武器给台湾，虽然无从证实，但也反映出北京对台以私下军事往来的疑虑从未消除。如今时移世易，如果中国持续与以色列对立，例如加大对伊朗的军援力度，不排除以色列会考虑重新打出台湾牌，可能不是直接军售，但协助台湾提升军防能力，也许在所难免。一些台湾和国际的安全专家就推测，未来某天，美国为了吓阻中国犯台，可能会游说或默许以色列把部分防空反飞弹技术提供给台湾，甚至参与台湾的武器研发项目。这当然还只是猜测，可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到需要拉帮结派对抗的地步，以色列势必选边美国，那么和台湾联手围堵中国，就可能从幕后走向台前。除了军事和情报领域，政治上的突破也值得观察，是否可能有朝一日，以色列政府高调宣布提升驻台办事处层级，甚至改名为以色列在台湾代表处，这样更官方的称谓。这类象征性动作其实影响重大。比方说，立陶宛2021年就因为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而遭到中国经济报复。以色列若做出类似举动，等于半只脚踏出建交的一步。尽管目前看来，以色列还没有勇气踩下这颗地雷，但从语言用词上的细微变化，已经可以窥知未来方向。例如，以色列官员现在私下谈到台湾时，更常用台湾这个词，而非台北等委婉称呼。以色列媒体报道台湾新闻时，也越来越直白，不再只是转载中国官方说法。有些智库建议政府应该考虑邀请台湾官员以适当身份访问以色列，或者参加在以色列举办的国际会议，假以时日，这些建议若成真，都将是一种关系升级的信号。当然，所有美好展望都必须面对残酷现实的检验，台以关系要更上一层楼，最大的变数仍是中国。只要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松动，以色列就不会轻易抛下北京。一旦以色列觉得来自中国的经济诱因大过战略风险，他还是会对台湾保持一定距离，至少不会让北京觉得以色列要承认台湾了。因此，可以预见在近期内，台以关系可能维持一种暧昧升温但不越雷池的状态，非官方合作愈发密切，高层互动增加，甚至可能在科技、经贸之外碰出一些安保议题，但双方都不会公开提及建交，不会让对方陷入外交险境。然而，历史的车轮往往因意想不到的事件而转向。我们可以脑洞大开一种情境，假如中国在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或在联合国对以色列祭出严厉制裁甚至军援以色列的敌人，那么以色列极可能出于报复或自保，考虑与台湾关系转正。一位台湾学者吴家龙就曾大胆预测，如果中共对付以色列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色列迟早会对中共出手，给难看，其中可能包括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甚至外交承认台湾。这种看法虽然具争议，但也反映出在某些战略圈眼中，台湾已被视为牵制中国的一枚关键棋子。如果中东与东亚的两场博弈以一对抗与两岸冲突交织在一起，美国绝不会坐视，可能串联以色列、日本等盟友，
形成更紧密的安全网。而台湾在这张网络中的地位只会水涨船高，不会被抛下。最后，我们不妨用稍微轻松的笔调勾勒一下未来的图景。或许有一天，特拉维夫的街头会出现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台北的总统府也迎来戴着小圆帽的以色列大使递交国书。这是极富戏剧性的场景，仿佛电影桥段，但正如很多预言终将随时间被证明为真或假，我们眼下只能说，这样的剧本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当年埃及和以色列世仇几十年，不也在一夕之间签了和平协议吗？国际政治永远充满惊奇，我们所能确定的是，目前台以之间那股暖意融融的趋势还在继续，双方都表现出更亲近的意愿。下一步也许不会是惊天动地的建交，但很可能是更多实质而低调的合作，例如共同研发农业科技，携手打击网络犯罪，互派年轻军官进行非正式军事研讨等等。这些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实际上已让台以关系迈入新纪元。总而言之，截至2025年6月，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可谓达到历史上最紧密的阶段。官方立场上，以色列依旧口头遵循一中原则，但行动上却频频对台伸出友谊之手。台湾则把握机会，以热忱和实力赢得以色列的尊重与友爱。美国在旁推波助澜，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因自身立场而削弱。展望未来，台以不太可能立即蹦出一纸建交公报，但关系升级的小惊喜可能一个接一个，更多高阶官员互访，更深化的产业协定，甚至默契式的安全合作。正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友谊的果实足够饱满，也许终有一天会结出正式外交关系的奇异之果，那将是对国际外交版图的巨大震撼，不啻投下一颗震撼弹。但无论结局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台湾的故事还在继续，两地人民将继续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起书写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篇章。谁又能料想，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不会惊叹，原来今日世界格局的一次重要转折，居然有台湾和以色列联袂登场的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